你有没有设想过这样一个场景？你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，高考拿着顶尖的分数，怀揣着救死扶伤的梦想，考进了神圣的医学殿堂。经过多年的苦读，你终于穿上白大褂，成为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准医生。但现实却是，你拿着仅够吃饭的补贴，干着永无止境的杂活。你连续工作30个小时不敢合眼，却因为请假休息而被责备，心理脆弱。你热爱你的专业，但你的导师告诉你，如果不听话，就别想毕业。你想求救，却发现四周全是墙壁，没有一扇门是为你打开的。欢迎来到今天的小薇说案。今天的这些故事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从2024年到2026年，那些没能从医院值班室、从出租屋、从橘子洲大桥走回来的医生，留给我们的最后回响。2026年3月14日晚上9点57分，长沙橘子洲大桥，一个女孩走出了湘雅医学院的宿舍楼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她叫孙同学，是湘雅医院2023级神经病学的研究生。在很多人眼里，她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，保研进入顶尖医学院，学的是热门的神经病学专业，前途一片光明。但她的遗书里写满了另一种真相。他的导师姓古，据孙同学生前的记录，导师给他安排的任务不是看病，不是做科研，而是大量跟学业无关的杂物，要起合作项目的随访，伦理审核材料的整理，课程杂物的处理。他是一个专硕研究生，这意味着他同时有2个身份，学生和规培医生。这2个身份把他夹在中间，动弹不得。在科室里，他是规培生，要完成临床轮转，要写病历，要值班。可只要导师一个电话打进科室，他就得放下手头的病人，跑过去处理导师的事儿。结果是什么？他2头都做不好。代教老师批评他临床缺席，导师训斥他办事不力。医书里说，他经常因为两边的训斥很难继续工作。2025年，他试图跳楼自杀，被人救了下来。你猜学校是怎么处理的？没有心理疏导，没有关怀谈话，他们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。从那以后，他成了一个有问题的人，一个被贴上标签的人。他再向学校反映情况时，得到的回应是：为什么别人没事儿，就你有事儿？遗书的最后，他写道：导师说，再闹一次，就别想从精神病院出来。我想作为一个正常人死去。3月15日下午4点，他的遗体从湘江被打捞上岸。48小时后，湖南省卫健委发布通报，湘雅医院研究生孙某某坠江身亡，排除刑事案件。一个想正常的活着的人，最后用这种方式证明了自己是正常的。2024年2月24日，元宵节的前一天，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值班休息室，一个26岁的规培生再也没能醒来。他叫曹丽萍。警方破门而入时，发现他的左颈部有切口，身边有一把手术刀，卫生间的门是反锁的，排除他杀。他留下了一份遗书，那是一份工作记录，也是一份遗言。大年初6开始，连续加班超过30个小时，最长连续工作过42.5个小时。明明昨天就已经申请请了假，明明心脏已经快要跳出来了，可是还有事情没做完。心率已经150以上了，可是还在科室，还有出院等着我办。他不是没有求救过，事发前几天，他因为心脏不舒服，反复向上级医生和科主任提出想请假休息。假批下来了，可他还是要来上班，因为他的活没人顶，他的病人离不开他。遗书的最后一句是：既然早晚要猝死，那就让我自己选择方式吧。
一个学了8年医学的年轻人，最后的愿望是选择自己猝死的方式。在曹丽萍离开的21天前，2024年2月2日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，一个20多岁的规培生小吉在出租屋里烧炭自杀。知情人说，他自杀前刚刚被医院教学处叫去谈过话，谈话的原因是他私下把自己排到的班次转给了别人替上。什么意思呢？规培生的排班是医院定好的，但有时候实在太累了，或者实在缺钱，有人就会私下找人替自己值班，给对方一些报酬，比如值一个夜班给200-300块。小吉就是这么做的，他把自己的班转给别人，换一点钱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规培补贴太低了，每个月到手也就几千块，在上海租个稍微像样点的单间就要2-3千，剩下的钱吃饭都不够，所以他只能卖班，用自己的休息时间换一点活命的钱。但医院不允许这样做，被发现后他被叫去谈话。那天之后，他把自己反锁在出租屋里，再也没有出来。有医学生在论坛里写过一段话：辛辛苦苦读了5年本科，以为穿上白大褂就能治病救人，结果发现3甲医院只要硕士，基层医院倒是要本科生，可那点工资连自己都养不活。考不上研就进不了好医院，不进好医院就赚不到钱，赚不到钱连规培这几年都撑不过去。除了走入这场黑暗，没有别的选择。唯有生命，是我唯一能支配的一切。2024年3月，广西南宁，短短1周内，同一家医院，2名年轻的医学生选择了同一条路。3月14日，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，一名27岁的麻醉科规培生在医院宿舍卫生间割腕自杀。他的堂姐哭着说，他再有4个月就规培结束了，他规划好了，结束后要回老家发展，要和女朋友结婚。他是一个积极向上、热爱生活的人，我想不通。麻醉科是医院里工作强度最高的科室之一，长时间的手术配合、高压的工作环境、带教老师的训斥，这些他都扛过来了。他只差4个月。5天后，3月19日，还是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，一名22岁的全科医学生在宿舍烧炭自杀。朋友发现他时，他已经昏倒在地，房间里有浓重的烧炭味儿，旁边放着炭盆和安眠药的空瓶子。22岁，如果一切顺利，他再过几年就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。但他等不到那天了。还有一个姑娘叫段静怡，大连医学大学的研究生，2000年出生。在所有人眼里，她都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孩。她喜欢做饭，喜欢烘焙，经常做好了点心分享给同学。2025年2月13日下午6点27分，她还和妈妈视频通话，一切正常。但就在那天下午4点，学校的老师告诉她，你的论文核心数据缺失，毕业可能遥遥无期。原来他辛苦收集的论文数据被导师拿去给了别人发表文章。1个小时后，下午5点03分，他在网上购买了木炭和打火机。第2天，他没能再醒来。他的手机设置了密码，带着所有的委屈和不甘，永远的沉睡了。而他87岁的爷爷得知孙女儿自杀的消息后，脑溢血住进了医院。一个家庭就这样碎了。2025年8月1日，河南周口，57岁的妇产科主任邵小贝从高楼坠下。他是一个从医30年的老医生，接生了上万个婴儿。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，深夜还会回复产妇的焦虑短信。他鼻子呼哧呼哧的，那肯定是不通气。你看他闭着嘴能不能呼吸，或者是你呛到奶了，呛到鼻腔里了。如果精神状态还好，吃奶正常，都不用管那。如果精神状态不好，看着呼吸费劲，都立即来医院，来综合病房楼1楼啊。你给我发个视频，录他个将近1分钟的视频发给我，打半分钟。
要是鼻子透气睡得可香了，再观察观察。他住在医院几平米的值班室里，几乎把医院当成了家。然而，一起羊水栓塞的医疗意外改变了这一切。羊水栓塞是产科死亡率极高的突发状况。医护团队紧急抢救，虽然保住了产妇的性命，但为了控制病情，不得不摘除了她的子宫。尽管家属当时已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，事后却又因术后无法生育而反悔。他们开始在网络上发视频，指责医生害死人。随后，匿名的辱骂信息、威胁电话、个人信息泄露如潮水般涌来。邵医生试图解释，试图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但面对剪辑过的视频，面对那些藏在屏幕后面的恶意，一个57岁的老医生百口莫辩。跳楼前，他给家人发了一段和孙子孙女告别的视频。遗书上只写了一句话：一定要替我证明。57岁，从医30年，救了无数人，可最后他没能救得了自己。2024年5月8日上午8点07分，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2021级外科学硕罗帅宇从租住的小区15楼坠下。这一天，他离开了这个世界。罗帅宇面临的是什么？学业上，他的综合成绩在肾脏移植方面的3个人里排第3名。职业资格上，他2022年首次参加执业医师考试没有通过，2023年重考才通过。在毕业问题上，直到事发前，他还没有提交毕业论文。他和同学的微信聊天记录里写着：不想读博了，找工作，再读就要跳楼了。2023年9月和11月，他曾对本科同学说，想回四川和重庆就业，但是这些地区的好医院只招收博士生，研究生找泌尿外科的工作很难，医生都已经饱和了。室友反映，2024年4月中旬以后，罗帅宇话变少了，人也消瘦了。5月8日下午2点，也就是他坠楼6个小时后，他在 QQ 空间定时发布了一条说：今后我死了，兄弟们赔我一把银色手术刀。这是提前设置好的告别。罗帅宇走后，他的家人做了一件事儿，他们恢复了儿子电脑里的数据，里面有50份器官捐献资料，6段录音转成的文字材料，总共1281页。家人拿着这些材料向有关部门举报，举报的内容指向2件事：一是医院买卖器官，2是罗帅宇因举报刘祥峰而遭迫害。2024年11月，湖南省卫健委、中南大学、长沙市公安局组成联合调查组，逐一进行了核查。调查结果是什么？关于医院买卖器官，那50份器官捐献资料是罗帅宇读研期间因课题需要从医院复制的。联合调查组通过 COTRS 系统逐一查询比对，确认50例捐献器官的来源及去向，全过程均可溯源。所有捐献均有家属同意、签名、捺印真实有效，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。关于因举报刘祥峰而遭迫害，经核实，湖南省卫健委、中南大学以及湘雅二医院均未收到过罗帅宇对刘祥峰的举报。在刘祥峰事件调查过程中，相关部门也未向罗帅宇了解情况。罗帅宇只在2022年4月在刘祥峰所在科室轮过科，当时刘祥峰在手术1组，罗帅宇在手术2组跟班学习。在此期间，记录显示刘祥峰只有1台手术，参与人员中并没有罗帅宇。刘祥峰是谁？2024年10月31日，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刘祥峰案一审公开宣判，他因故意伤害罪、受贿罪、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、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，并处罚金42万元。法院查明，刘祥峰在湘雅二医院工作期间，为谋取额外手术费用，单独或伙同他人夸大患者病情，虚构患者病征，给6名不具备相关手术指征的患者实施手术，致5人重伤、9级伤残，1人轻伤。罗帅宇的家人至今仍在等待一些答案，而罗帅宇再也等不到任何答案了。
从值班室到天台这段路有多远？曹丽萍走过，她在值班室里连续工作了42.5个小时，心脏跳到150，请了假还是要来上班。最后她没能从值班室走回宿舍。孙同学走过，他被导师和代教两头夹击，求助，反被送进精神病院。最后他从橘子洲大桥跳下，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天台。段静怡走过，他的论文数据被导师拿走，毕业无望。最后他在出租屋里再也没有醒过来。罗帅宇也走过，他从15楼坠下，留给兄弟们一句：赔我一把银色手术刀。还有邵小贝医生，57岁的他从医30年，接生了上万个婴儿。他或许没有遇到恶毒的导师，没有经历规培的压榨，但他遇到了另一种东西，藏在屏幕后面的谩骂，没完没了的网暴，以及百口莫辩的绝望。他从高楼坠下的那一刻，走的也是同一条路。这些离开的人，有的是20多岁的学生，有的是57岁的主任医师，他们面临的压力不一样。有人被制度压垮，有人被舆论吞噬，有人在学业和就业的多重打击下看不到出路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都曾试图求救。曹丽萍反复请假，孙同学多次向学校反映，邵医生试图向网友解释，罗帅宇跟同学说过，再读就要跳楼了。他们都发出了信号，但没有人接住。从值班室到天台，这段路其实很近，近到只需要一个念头，只需要一瞬间。但真正让他们走上这条路的，不是那一个念头，而是无数个求救无人回应的瞬间累积起来的绝望。是什么让一个人宁愿从天台跳下，也不愿意再活一天？是连续工作42.5个小时后，心脏快跳出来了，却还要继续干活。是明明请了假，却还是要来上班，因为你的活没人顶。是被导师和代教两头夹击，求助反被送进精神病院。是辛苦收集的论文数据被导师拿走，毕业遥遥无期，却无处说理。是从医30年，救了无数人，最后却被网暴逼得无路可走。这些人没一个是不想活的。曹丽萍的遗书里惦记的是还有出院等着我办，孙同学的遗书里写的是我热爱神经病学，从不后悔。段静怡每天都在朋友圈分享她做的点心。罗帅宇提前6小时设置了 QQ 说，想最后跟兄弟们告个别。邵小贝跳楼前给家人发了和孙子孙女告别的视频。他们不是不想活，他们是活不下去了。从值班室到天台这段路不远，但愿有一天，当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站在那里时，会有人拉他一把，会有人告诉他，撑不下去的时候可以不撑，可以哭，可以休息，可以求助，可以活着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小薇说案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。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小薇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